巴赫穆特决战再起，乌军派出7个旅对巴赫穆特进行全面进攻。为了抵御乌军的大反攻，俄军将第4-1集团军从库皮扬斯克抽调至巴赫穆特与扎波罗热，让战力低下的第2-5集团军守卫卢甘斯克。这或许会成为一个伏笔。那么，乌军能重新夺回巴赫穆特吗？俄军战力低下的后备军上场，对俄乌局势有什么影响？瓦格纳撤离巴赫穆特之后，乌军一直想要重新夺回巴赫穆特战场控制权。6月份打响夏季大反攻后，巴赫穆特一直都是乌军攻击的重点区域。这地方的攻防作战重点就是南北两翼的高地。反攻开始后，乌军投入了7万大军，部署在巴赫穆特周围，打算先控制巴赫穆特南北两翼，然后一举进攻巴赫穆特政区。实际上，乌军也是这样做的。乌军在巴赫穆特南翼集结重兵，使用远程精确火力与集束弹削弱俄军火力，同时以亚速营为先锋，对高地展开进攻。现在已经彻底拿下克里什奇夫卡，可以居高临下对城内俄军守军进行覆盖式打击。巴赫穆特北翼，乌军将其与莱曼连接起来，协同行动，在坦克、步兵战车以及无人机的支援下，在巴赫穆特以北的扎利兹尼亚斯科耶村附近进行联合突击行动。目前，俄乌双方都不断向南翼增兵。之前，俄军在巴赫穆特地区集中5万人，准备死守；俄军则利用火炮优势，不断消耗俄军有生力量。说实话，对于乌军而言，慢打防反的策略是对的。不过，北约那边的指挥官并不看好这种战术，而是建议乌军集中兵力拿下南部战线。只是就乌军的兵力部署来看，并没有采取北约指挥官的建议，反而派出了7个精锐旅对巴赫穆特进行一次全面进攻。9月2日，乌军第10旅、第30旅、第56旅和第77空突旅联合在扎利兹尼亚斯科方向发起了反攻。克里什奇夫卡方向，乌军投入了第5突击旅和第80空突旅，予以已有先锋部队突袭南郊一线。乌克兰第95空降旅则在斯图波基展开了攻势。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次并不是总攻，而是试探性攻击。乌军从不同方向进攻巴赫穆特，就是为了评估俄军防线的情况，找到俄军防线薄弱点之后，才是总攻的时候。只是按照俄媒的说法，乌军在9月2日发起了4轮攻势，而俄空天军投放航空炸弹，对乌军实施了覆盖式轰炸，导致乌军出现重大伤亡，损失14辆坦克装甲，第77空突旅的200多名士兵被俘。当然了，俄媒的数据火力军一个字都不会信，这不是数据灌水，而是加了一整个太平洋。就巴赫穆特当前的局势来看，乌军占据绝对的优势。巴赫穆特北部的高地基本上已经完全被乌军占领，克里什奇夫卡也已经被乌军彻底拿下。这也就意味着乌军拥有了完整的高地带南翼防线，既可以阻止俄军从南翼进攻恰西夫亚尔的前沿基地，还可以居高临下炮击巴赫穆特以南的低谷地带，威胁巴赫穆特城区的俄军。而且乌军还有兵力上的优势，实施多方向围攻战术，也可以切断俄军的补给。至于俄空天军，火力军并不看好。听说俄军还把库皮扬斯克的第41集团军抽调到了巴赫穆特战场，希望以此压制乌军反攻。火力军估计增兵没什么用，俄军之前增援的空降兵以及卢甘斯克摩步旅在克里什奇夫卡就被打光了。T90和 BMP 配合俄军士兵反攻，但是被乌军第80空中突击旅与第45独立炮兵等部队击溃。乌军在巴赫穆特的战斗其实很单调，任务只有一个：占领高地，炮击俄军。除了巴赫穆特，乌军在其他战线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为了抵御俄军的反攻，俄军将第4-1集团军的一部分兵力抽调到扎波罗热，把第2-5集团军这种菜鸟集团拉上前线。卢甘斯克成为新的弱点。拿下罗伯季涅之后，乌军就开始进攻维尔博维和新普罗科皮夫卡，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俄军则开始反攻，不过就目前的战报来看，俄乌目前在扎波罗热地区的战斗并不是十分激烈，甚至出现了陷入平静的迹象。
当然了，这里说的平静并不是不打了，只是双方没有投入地面部队，而是以炮击、无人机战为主，可以理解为暴风雨前的宁静。诸多迹象表明，俄乌双方都在向扎波罗热增兵。不过火力军还是那句话，这只是亡羊补牢。乌军现在已经突破俄军在南部战线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也已经被打了大窟窿，并以此扩大成果。俄军修筑的3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最强，俄军动用了60%的兵力和资源，其他2条战线动用了40%的兵力和资源。其中第一道防线，俄军布置了大量的雷区，在某些地区，俄军甚至布设了10几种不同型号的地雷，这也是为什么乌军最初的反攻速度会那么慢。不过这也就意味着乌军突破第一道防线之后，第2道、第3道防线的难度并不大。目前乌军正不断扩大俄军防线上的桥头堡，而那些在后方休整的老部队则一直没有出现，俄军防守的压力很大。战争研究所的消息显示，守卫扎波罗热地区的俄军主力，也就是第58集团军，重新联系上了他们的前指挥官波波夫少将，也就是之前因为说实话被格拉西莫夫解职的那个指挥官。当然了，第58集团军联系前指挥官，多少有点看不起现指挥官的感觉。这种打自己脸的行为，俄罗斯国防部也不会报道，所以暂时无法确定消息来源。不过，战争研究所这么说，火力军也不会觉得是空穴来风。第58集团军之前一直部署在高加索地区，战力与作风都还不错。这次联系老领导，估计是现在指挥官不行，部队被打残，扛不住了，只能让老领导回来给自己留个全尸。当然，俄军的总参谋部也意识到了南线的情况，紧急将部署在卢甘斯克地区的第41集团军调往扎波罗热地区增援，一部分前往巴赫穆特，一部分前往托克马克。只是俄军现在很缺人，当前战线上的部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第41集团军走了，谁来守卫卢甘斯克？答案就是后备军第25集团军，一个菜鸟部队。第25集团军是俄军刚组建的部队，训练装备严重不足，更别说配合了。按照战争研究所的说法，第25集团军质量低下且实力不足，不太可能发挥战斗力。部队里要么人手严重不足，2个师的指上兵力存在严重空缺，要么训练严重不足。跟俄军去年秋天的那些动员兵一样，上战场就是炮灰，守家都可能守不住。俄军将战力较强的第41集团军调走，换上第25集团军这种菜鸟部队，主要原因还是卢甘斯克地区的战力强度低，觉得乌军不会在这里发起进攻。火力军觉得俄军有些想当然了，这种情报乌军不可能发现不了，所以有很大的可能对其发起牵制性进攻，甚至是转换为主力进攻，进而取得突破性进展。具体可以参考去年的哈尔科夫反击战以及当前赫尔松的情况。而且那些在反攻开始后就没出现过的老部队，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可以说俄军战线到处都是窟窿，连拆东墙补西墙都做不到。乌军反攻的成果已经能看到了。俄军之前想在东线反攻，现在已经烂尾了，又回到了进攻前的状态。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抽调了大量的部队进去南线，留下了很多战力缺口。现在俄军又将第41集团军调走，战线或许还会变化。克里米纳方向的情况与此类似，俄军这1个月又白辛苦了。这边的战线不是重点，火力军就不多说了，还是托克马克方向更有意思。科帕尼、新普罗科皮夫卡、维尔博维方向，乌俄双方部队正在大约10公里的区域内对抗，寻找敌方的弱点，从而采取进一步行动。其中维尔博维方向，乌军第46旅已经进入村中心，俄军第7师的2个团正在撤退，估计俄军不会轻易放弃，肯定有增援和反扑。新普罗科皮夫卡方向，乌军正在巩固定居点以东的高地以及村庄东北部的阵地，俄军则是将预备队转移到该地区。就目前的局势来看，苏洛维金防线已经有被切断的风险，但俄军并没有撤退的迹象，反而在不断增兵，不排除格拉西莫夫准备在这里与乌军决战的可能。大诺沃谢尔卡方向，乌军已经成功从北部进入扎维特涅巴赞尼亚，目前正在进行巷战，同时还有另一队乌军向东绕过扎维特涅巴赞尼亚，杀到了斯塔罗姆利尼夫卡郊区，突破只是时间问题。
除了俄乌前线的进展，乌军无人机的战果也很多。英国情报部门发布了一份关于2023年乌军无人机所有已知袭击的报告，在不到240天的时间里，乌军对克里米亚和俄罗斯进行了190次已知袭击，这还不包括在接触线附近的打击。从地图上也能看出来，乌军无人机的打击范围非常广，莫斯科和图拉地区的很多基地都被揍过。以8月为例，根据俄罗斯发布的视频可以判断出，乌军摧毁了价值12亿美元的俄军装备，让俄军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更重要的是，乌军损失小，用的都是廉价无人机和直板无人机，被干掉就算了。问题是俄军补不上武器的窟窿，最典型的就是坦克。俄罗斯唯一生产坦克装甲车辆的工厂乌拉尔军工厂，现在已经开始3班倒工作，产量差不多能达到每年300辆 T90， 但是在俄乌前线3个月的时间就有600辆俄罗斯坦克被摧毁。按照切尔涅夫说法，俄军的火炮、坦克等重武器迟早都会出现短缺的问题。如果让火力军来说的话，这个问题早就出现了。俄军之前让 T55、T54 上战场，现在连 T10都拉出来了，这不是缺武器是什么？有意思的是，现在 T14也跑了。根据塔斯社的报道，俄军的王牌装备 T14 结束了战场实习任务，已经从俄乌前线撤回，期间没有损失。俄媒这一次大概率是如实报道， T14 上战场只是一场走秀，宣传一下而已，不太可能有损失。之前也有 T14 在战场的照片，但时间不明，地面不明，不排除是俄罗斯国内拍的照片。而且俄军在俄乌战场上使用 T14 的目的只是测试 T14 在实战中的表现，毕竟因为这东西数量太少，只有几十辆左右，俄军不太可能派遣到前线作战。 T14 首次出现是在2015年的红场阅兵，原计划2017年量产，替换 T72与 T80， 只是生产进度太慢了，1年不足5辆，这也没办法。T14 里面有大量的西方电子元件，比如触控式面板，但是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西方就不再给俄罗斯提供关键电子元件，导致 T14 几乎停产。东西少，战力未知，在战场上也没什么用，随便拍个照片给上层一个交代就行，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总的来说，俄军当前的弱势已经很明显了，缺少先进地面装备，远程精确火力不行，空天军的战机又没什么作用，已经无法取得战场主动权，就算是拆东墙补西墙，也无法改变战场局势，反而会暴露兵力匮乏的缺点。火力军估计第25集团军或许会成为一个伏笔。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军能夺回巴赫穆特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